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加密星球。2天之前呢，3月12号，川普币的官方账号突然发布了一条消息：4月25号，在 Mar-a-Lago， 也就是特朗普的私人庄园里边，将要举办一场加密的商业会议和午宴，只邀请川普币持币量排名前297名的人。如果你在前29名，那么你还能获得和特朗普本人的私人的 VIP 接待。消息发出去几个小时之后呢，一个沉寂了5个月的钱包地址突然觉醒了。凌晨1点49分，他先往币安里边发了一笔测试交易，只买了1个川普币，然后呢，连续3笔大单，总共买入了大约220万枚的川普币，价值超过700万美元。川普币的价格呢，从当天的历史最低点2.7美元一路冲高到了4.5美元，随后回落到3.9，但从底部算起，涨幅依然超过了44%。这个钱包呢，几个小时之内赚了大约247万美元。故事很精彩，这个背后的神秘买家很有点孙宇晨的风格，制造噱头，制造神秘感。但今天呢，我们不是要讲这个钱包的故事，我要讲的是另外一方面。在这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，那些被消灭掉的人，川普币那天的衍生品清算数据显示，爆仓的整个的金额短时间之内冲高到了整个市场排名的第2名，仅次于比特币。这里边做空的那些人方向他不一定错，川普币从最高点，你要知道当时是74美元，只用了1年的时间，一路跌到了2.7美元，下跌了96%。你说它最终会归零吗？大概率没有错，我认为最终一定会到零的。但那些空军呢，还是被消灭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用了杠杆，而大多数人对杠杆的理解从一开始就是错的。几乎所有关于杠杆的解释呢，都会告诉你同一句话：杠杆是放大器，放大收益的同时呢，也同时会放大亏损。这句话对不对呢？对，但它漏掉了最重要的一样东西——反应时间。举一个例子，你可以想象一下，你在开一辆车，在高速公路上，路上呢，它有一个坑，你开3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，你碰到这个坑的时候，车子会颠簸一下，你还有反应的时间，你会打方向盘，没事儿。但当你开到了12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，你碰到了同一个坑，你的反应时间被压缩了，处理不好，这个车子有可能会打转，有可能会失控。当你开到了300公里每小时，同一个坑，你甚至来不及看到它，车子已经翻了，路没有变，那个坑它也没有变，变的是什么呢？你的个人的反应时间。杠杆所做的事情和速度是一模一样的，它不只是放大了你的盈亏，它压缩了你的反应时间。没有杠杆，比特币跌了50%，你亏了一半，但你还在场上，你可以去等，你可以去选择去加仓，你有时间思考，去做决策。10倍的杠杆，比特币跌10%，那么你就出局了。如果你开了100倍的杠杆，跌1%，你就出局了。你的判断可能是对的，方向是对的，但你的反应时间呢，大大的被缩短了。这个就是杠杆真正危险的地方，它不在乎你是不是对的，它只在乎你能不能活到自己对的那一天。很多人一听杠杆呢，第一反应就是危险、赌博、远离，但实际上你的生活里边到处都充满了杠杆。最常见的那个，大多数人可能一辈子都在用房贷。你买一套价值100万的房子，首付20万，贷款80万，这个就是5倍的杠杆。那为什么房贷杠杆大多数人都不会爆仓呢？不是因为房子不会下跌，房子当然会下跌。2008年美国房价跌了30%以上，关键区别在于一个东西：时间。银行给了你30年的时间，30年里边房价可能会下跌20%，也可能会下跌30%，但只要你每个月
你能够还得起月供，银行呢它就不会强制平仓，你有时间来等待市场恢复，等房价回来，等自己对的那天到来。这个就是杠杆被安全使用的秘密，不是杠杆低，而是时间它足够的长。这里呢有一个真实的杠杆案例。1994年，华尔街出现了一个梦之队，一家叫做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对冲基金，英文名字叫做 LTCM。核心成员里边有2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，麦伦·斯科尔斯和罗伯特·莫顿。如果你看过我之前做的那期期权的那一期，对这2个名字你应该不会陌生，因为他们俩就是那套著名期权定价模型背后的关键人物。他们的策略其实一点也不复杂，用精密的数学模型在市场里边找到定价不合理的资产，低买高卖，赚取中间的差价。问题是这些差价呢，它非常小，每次赚的钱呢，它也很少。于是呢，他们用了杠杆，把很小的利润放大成很大的利润。巅峰时期净资产48亿美元，控制的资产超过了1250亿美元，接近30倍的杠杆。前4年年化回报超过40%，非常牛。然后呢，1998年，一件他们的模型里边根本就没有预测到的事情发生了，俄罗斯债务违约。俄罗斯宣布无法偿还国债，这是一个在历史上整体来看也是极其罕见的事情。LTCM 的数学模型认为，这种事情发生的概率几乎是不可能的，但它就是发生了。市场瞬间陷入恐慌，所有的人全都在抛售风险资产，流动性枯竭。LTCM 的每一个仓位全都开始亏损。30倍的杠杆意味着什么呢？你可以这样去理解，你有1块钱，然后呢，你借了29块钱，拿着这30块钱去做投资，你投资的东西只要跌了3%，那你那1块钱的本金就没有了，消失了。30块的3%就是你全部的1块钱。对于 LTCM 来说，那1块钱就是48亿美元。俄罗斯危机爆发以后，市场的波动呢，远远的超过了3%，LTCM 几乎是瞬间被击穿的，最终亏损超过了40亿美元，差不多是他们的全部的身价。美联储不得不紧急的介入，协调14家银行，出资了36亿美元接管 LTCM， 才阻止了一场这个有可能波及全球的连锁崩盘。但这个故事它最讽刺的部分是在后面。后来人们复盘发现 LTCM 的很多交易在之后的几年里面，价格确实回到了他们的预测方向，他们是对的，但他们已经不在场上了，杠杆没有给他们足够的反应时间，活到自己对的那一天。好的，我们把时间线拉回到今天。LTCM 交易的是债券市场，债券市场的日波动率呢，大约是0.1%，才0.1%，这个已经能让诺贝尔学奖的得主爆仓了。比特币的日波动率呢，正常情况下2%到5%，极端行情10%到20%，30%其实也正常。就在1个多星期以前，3月9号，美国、以色列、伊朗开打，原油暴涨，全球市场恐慌，加密市场24小时以内超过2.36亿美元的多头仓位被强制清算。再往前看，3月2号，比特币从65000突然被拉高到69000，空头被挤爆，短时间之内大量的空头爆仓，你看到了吗？一会儿多头被杀，又一会儿空头被杀，双向绞杀。这个就是在一个波动5%到10%的市场里边使用高杠杆的结果。10倍的杠杆在比特币的合约里边意味着什么呢？你的时间窗口就是比特币波动10%的那段时间，可能是1天、1个月，也可能是4个小时。极端的行情只有几分钟而已。很多人会说，我设了止损没事儿，但极端的行情里边价格会跳空，你的止损挂在100美元，成交价可能是95美元，甚至90美元，这个叫做滑跌。更致命的是人性，
价格开始下跌的时候，你的大脑会告诉你再等一等，再等一小会儿，可能会马上就要反弹了。你用理性设置的止损会被恐惧和侥幸在1-2秒钟之内给彻底推翻。现在我们回到开头，川普币从74美元下跌到了2.7美元，跌了96%。你看到了这个数字，你的直觉会告诉你，尽管它的名字叫川普币，但它还是一个命运币，没有任何的价值，最终一定会归零的。你的方向是对的。那些做空川普币的人呢，逻辑上也没有问题。但3月12号，一条消息，一个钱包地址，价格几个小时之内暴涨了44%，最高到了50%。如果你用3倍的杠杆去做空，涨33%你就归零；5倍的杠杆呢，20%你就归零。结果呢，最高的时候它竟然涨了超过50%。你是对的，你的分析也是对的，方向也是对的，但你被消灭掉了，被干掉了。因为杠杆把你的反应时间压缩到了几个小时，而这几个小时之内呢，恰好有一条消息，一个钱包，一次你根本没有办法预测到的波动。这个就是我今天想说的最核心的一件事。很多人在决定用杠杆之前，问自己的问题是：我觉得会上涨还是会下跌？但这个问题可能他从一开始他就问错了。真正应该问的问题是，在我方向对之前，市场会先波动多少？而我的仓位到底能不能扛得住这段波动？方向只是故事的一半，另外的一半是你有没有足够的反应时间。2000多年前呢，阿基米德曾经说过，给我一个足够长的杠杆和一个支点，我就能把整个地球给它撬动起来。但他没有说的是，地球它不会动，但价格会上下浮动的。你可以用杠杆撬动一个很大的仓位，但如果价格在你没来得及赢的时候先上下动了，杠杆它不会等你的。下一期呢，我们讲另外一个被严重误解的概念，做空。做空的人呢，经常被人骂唱衰市场，居心不良，甚至有些国家直接宣布做空违法。但没有做空者的市场，其实比你想象中的危险得多。好的，如果这些视频呢对你有所帮助，请点赞并订阅频道，也欢迎加入我们的Discord社区，吃瓜群众自治社，入口在万我频道的主页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谢谢，再见。